你到底还要跟我多久？百丽喜欢吃这种加巧克力酱的酸的，她人在宿舍吧？你这么肯定？哦，每次我打开这个吃的时候，她都会凑过来说好吃。不是百丽喜欢吃，是她每次都想迎合你，你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她喜欢吃。美女，你还没回来，我百丽到底在不在宿舍呢？在睡觉。怪不得我给她打电话她都不接。哎，那你帮我把花捎给她呗。哎，你，美女，哎，美女，你就行行好，帮我跟百丽说一声，别再生我的气了。先放手。百丽说她不收，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像傻子一样要买花送给她，她要再不领情，我可不干了。你知道吗？每次当你招惹那些女孩之后，百丽回寝室都哭得死去活来，可你现在却在这里告诉我，你送个花给她就已经是你自尊的底线了。我巴不得你别再折磨她。你这是干嘛呢？花是我买给百丽的，你凭什么替她扔了？要扔也她自己动手好吗？百丽对花粉过敏，你身为她男朋友，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也是，毕竟连送花也是第一次嘛。对交往1年多女友的喜好一无所知，你这个男朋友当的也够称职，还好意思说自己对恋爱很在行。你谁呀？隔壁。你们认识啊？真巧，刚好过来买个东西，遇到百丽的室友，随便聊了几句。那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我是不是打扰到你谈事儿了？没有。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这个给你。谢谢。我先去图书馆。我们刚才应该不是偶遇吧？坦白说，你应该不只是单纯路过替我赶走苍蝇，报答我上次替你解围。怎么看出来？你手上拿着篮球，却没有出汗。要是真的打球的话，应该早就打完了。没带书包，看着不像是要来借书，却还是跟着我来到了图书馆。果然是推理的脑子，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这个人看着很冷静，话不多，不过不会隐藏自己的想法，也能看到别人的想法。
这点我很佩服。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过，这个世界上有2种东西能够震撼人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还有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不想违背自己，附和别人。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那么这个世界会简单很多。你是想说，我这个软硬都不吃，很死板是吧？你懂推理，应该喜欢看推理小说吧？这本我看过了，我在找我最欣赏的新锐作家，这本耶夏帕斯可。居然用帕斯可当书名。帕斯可是种甲虫，特别梦幻稀有。昆虫学家呢，把它称作为谜一样不存在的甲虫。莫丹喜欢用生物当书名，他的新书快要出版了，不过不是他擅长的推理小说，而是讲述信天翁的爱情故事。有时间你可以看一看。从帕斯可写到信天翁，学生物的人都知道，信天翁是鸟类里面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鸟，即使相隔数千里，它们也会飞越过去，找到心中认定的另一半。不愧是描写爱情的好题材。我非常期待这本书。波德莱尔曾经把诗人比喻为信天翁，诗人恰似天云间的王君，他出入风波间又笑傲弓弩手，一旦坠入尘世，笑骂尽由人。他巨大的翼翅妨碍他行走。信天翁原本是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鸟，但诗里却没有写它展翅高飞时的骄傲样子，反而写了它被捕捉在甲板上的狼狈样，很讽刺吧？纵有青天志，知音难觅得，找不到能够比翼而飞的人，却还要孤独地在揶揄嘲讽的人群中行走，挺让人心疼的。你好像把信天翁想得太过诗意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空中巨物还有一个名字叫大笨鸟？大笨鸟？跟你聊天很愉快，而且还能学到许多涉猎不到的文学常识。你这是赞美还是揶揄？想想挺有意思的。我们高中同校，却没有一起出去过。明瑞就跟你修了2堂课，你们就成为了朋友，还一起去吃了冰淇淋，挺有意思的。还是看缘分吧，毕竟高中那会儿我们也不认识。你好像很在意高中的时候我不认识你。我怎么会在意呢？那我们现在一起借了书，又有相同的喜欢的小说家，算是朋友了吗？我觉得是不是朋友还是要看相处。雅丽还在宿舍等我，我先走了。我知道，小点声，别让他听见你的心跳声。淮南百科告诉你，信天翁呢也被称为海上的滑翔机，但是由于它腿太短了，又有一双长长的翅膀，所以导致呢它在陆地上行动时非常不便，所以才有了大笨鸟的称号。
就算他被称为大笨鸟，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缺点让他更真实，也把他的孤独衬托得更加可爱。那你应该也会喜欢帕斯可甲虫才对。我发你图片了，你看一下。要不是你跟我说过它是梦幻甲虫，我可能以为它跟普通甲虫没有什么区别。你可千万别小看它，它除了非常稀有之外呢，对爱情的专一程度也绝对不输给信天翁，也非常适合拿来写爱情小说。还有比信天翁更专情的生物啊！帕斯可甲虫呢，它要经过300万年才能完成独立一只的演化。一旦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或者有人为的干扰，它甚至可以选择策略性的退化，不交配不产卵的死去，可以说是非常有爱情洁癖的昆虫了。没想到，鸟类还有昆虫对于爱情的态度，竟然比人类还要坚定。不过我想，动物界应该还是会有渣男的吧？有啊，比如说鸳鸯吧。只有在交配期间呢，公鸳才会守着母秧，一旦产卵以后呢，雄鸟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雄性鸳鸯对爱情的态度，和信天翁一辈子只守护一个伴侣的爱情态度，简直如云泥之别。都怪唐朝诗人卢照邻写的那首《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放过古人吧，现在呢，科学研究技术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进步呢。而且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公鸳呢，他是鸟类中有名的花花公子，还是家暴男，所以下次有朋友结婚的时候，千万别再祝他鸳鸯成双了。谢谢，谢谢你的补充。那现在我也要追加一条有人错误观察生活的例子。苏武写给李陵的：昔为鸳宜鸯，今为参议商。用鸳鸯比作兄弟间的情谊，所以我祝福你和张明瑞鸳鸯成双。都怪你啊！下次我看到张明瑞，我就会想到鸳鸯成双这让我炸毛的成语。陆阳，咔嚓。洛阳，你教我画画吧，你一定要教我。我想重考艺术系的本科大学，我想尽情创作，
但我之前一直没把握，下不了决心。这样，到时候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认识。我谁都不要，我就要你，你才是激发我灵感的那个人。你知道吗，洛阳？我在看到你的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灵魂好像被打开了，从来没有人那样画过我。我看见那颗黑色的泪珠，就好像是我的生命之泉一样。是你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是你创造了一个更有层次的我，是你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魅力。你的想法倒是蛮有趣的，至少说明你比看上去要成熟许多。不过，我已经决定好毕业以后的走向了，我会去学校教书，不会再继续创作。但是我答应你，我会介绍老师给你认识。所以，那个能触动你灵魂深处的人，不是我，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要重考了，是你让我勇敢决定的。我想证明给你看，我不是小孩。既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的人生就可以我自己做主。所以洛阳，你也不要放弃艺术这条路。你是不是太冲动了？你跟家里人商量过没有啊？你怎么能只是因为我，就做出这么莽撞的决定呢？洛阳，你喜欢我吗？啊？你什么时候回答我都可以，但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我想要为了你，为了我自己追求的东西，即使跟全世界作对，我都不在乎。就是这样。要到了吗？你到哪儿了？你迟到了。哎，你说你毕业了之后要去高中教书，去哪儿教啊？振华高中。振华呀，我也是振华毕业的。我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还能被你教。那欢迎校友来旁听。哎，你既然不愿意教我画画，那你把你画我的那幅画送给我行吗？我帮你投去比赛，以我的直觉，肯定能拿到大奖。画送给你没有问题，但你不能随意替我做决定。我说错话了，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就是不明白，你明明也不是什么世俗人，还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埋没自己呢？那你多出去走一走，经历的不同事情多了，你就不会用一种表现去看人。啊，你是说我思想幼稚，说我小孩呗？我下个月就满20岁了，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了。谁都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但到最后才发现，不由自主才是人生常态。下课啦！三明治也没吃。那个，我们一块儿走吧。
先走吧。好。你记得吃啊？好。回见。淮南，淮南，我知道你昨天跟洛枳出去玩了一天，你别误会，是张明瑞告诉我的。我今天早上问你的问题，你不用马上回答我。那个时候，因为你妈不喜欢我，所以我们分手了。我知道你很为难，我也理解你，但是我心里永远都为你留了一个位置。不管是以恋人还是以朋友的身份，我都不希望你因为其他女孩的欺骗受到伤害，尤其是那种有心机套路的接近。盛淮南，你高中的时候对洛枳有印象吗？听说过这个人，知道他是文科学霸，没打过招呼。那洛枳对你呢？他说也是经常听别人提起我，应该也没多大印象。对啊，既然是连基本印象都没有的人，怎么会在你跟我一分手之后就突然对你积极起来？淮南，难道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那些你以为的巧遇都是洛枳别有心机制造出来的假默契吗？他其实早就挖好了坑，观察你很久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分手那天你带我去认一个人，就是洛枳对吧？嗯。少了点。淮南，你看，那就是传说中的洛枳。如果可以许愿的话，全4大所有的女生里，我最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那就奇怪了，你当初为什么对洛枳这么在意？6个核桃，怪不得洛枳这么聪明。结果啊，今天咱们寝室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小，你活着吗？活着你吱一声啊！这么安静，安静的让人好忐忑。天哪！你的床铺里藏了这么多垃圾，不会那天招了一群蟑螂爬到我这边吗？肯定会啊！告诉你啊，小蟑螂顺着我的床爬向了你的床，从你的床呢爬上你的脚背，再爬上你的大腿。哎，都你的，姐都用封口袋封着呢，卫生绝对有保障。看，有垃圾吗？我一起拿出去。洛枳、百丽，有垃圾吗？我一起拿出去。没有，谢谢。不用了，谢谢。好吧。呵。这是什么鬼啊？什么破心理测验？他居然说我命无桃花莫强求，一点都不准。现在就要把我跟隔壁的照片发到你的网站上，我恨不得打你们的脸。哎，
百丽，你不是会算什么塔罗牌、排星座命盘什么的吗？干嘛还相信别人的呀？那这个，爱情要经得起考验嘛，我也是多方征求不同的意见，是吧？可是老人家不是说过，命会越算越薄，爱情恐怕也差不多吧？洛枳，百丽，我求你了，这东西太容易生蟑螂了，你千万别撒了，我最怕蟑螂了。零食毕竟是有毒的，你要不也算一个吧？你看你有没有桃花？你算一个嘛呢？我承认，高中的时候，我对洛枳的成绩排名一直在我前面，有些嫉妒。跟你分手的时候，心里不平衡，说了一些胡话。但不是我故意针对洛枳，而是我知道他的真面目。你看这个就知道了。给。那个叫做盛淮南的人，成了我每天学习最大的动力。就这样，追逐着他高大挺拔的背影，我深知自己不是盲目崇拜他的光彩，他确实值得成为我的目标。这个只是洛枳日记其中一小段，我高中那会儿无意看见的。那个时候没想太多，就觉得连洛枳这样的学霸也会有少女心炸裂的时候。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我觉得他套路太深了。对啊，2级不止这个，还有别的呢。哎，你看，不用了，照片里面也删了，毕竟偷看别人日记也是不道德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振华的同学，不是吗？我用一下你的大宝精华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吸收特别好。这手机是死机了吗？啊，洛枳！百丽，哎，拜托你别嚷嚷了，我明天还有早班，只剩几个小时可以睡了，别吵行吗？你小点声啊！对不起，对不起。呀，宋淮南电话是哪个？我今天就要给他打电话，我倒是要看看他把我们的洛枳搞成这个样子，到底几个意思啊？不用了，我不想咄咄逼人。哎呦我的天哪！你不想咄咄逼人，你要逼死我呀！我问你，是谁今天一大早一定要我给他加油来着？你的气势呢？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理清楚对我的想法吧。毕竟现在前女友又杀回来了，估计正在逼他表态呢。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好了。啊，我的姑奶奶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时间？你听我的，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你现在不趁火打劫，你到时候等房子都烧光了，你就只有捡木炭的份儿了。我仰望了他15年，盛淮南这3个字，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早就跟耐心等待画上了等号。就算再多等一会儿，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我真的是服了你了。你吓死我了！干嘛？
极客 APP 太有趣了，哎，里边有很多圈子，我发现了一个有趣但是无用的冷知识圈子。哎，听，一个集友发的一道题，我考考你们，如果答错了，坐10个俯卧撑，怎么样？来，猫头鹰有上中下3层眼睑，分别有什么功能？上眼睑眨眼睛，中眼睑睡觉。错，坐实啊！知道。中眼睑睡觉，上眼睑眨眼睛。也错。哎，老师啊，你说说看。猫头鹰呢，上眼睑用于眨眼，中眼睑用于保护跟清洁眼球，下眼睑用于睡觉。这也行？正确啊！不愧是老盛。我们再来一题。说好了最后一道题了，别忘了。你们那天从梦幻国回来，他跟洛枳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洛枳，对啊，就是看起来跟老盛很般配。啊，他们聊开了，就先走了。但是老盛这么一走，可怜的老四就惨了。为什么？小森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一个劲儿的给老四发脾气。老四想去搂搂小森，还被骂咸猪手，狠狠的扇了一巴掌。你说他至于吗？我不过就想讨好他而已。你也太惨了吧！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唐文说老盛不在，玩起来没什么意思。哎，立马就和小森打车走了，对吧？扎心了，老铁。啊，本来说要给小森过生日，昨天小森连生日蛋糕都没吃。这不今天鼓浪屿也没去成。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就是老盛不讲义气。到底是我女朋友还是你们女朋友啊？我在乎的只有兄弟，没有必要连兄弟女朋友都讨好吧？你说的没错，我们平时确实什么事儿都靠你，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们这一屋子的兄弟跟自家兄弟没什么两样。我们要是做了什么让你盛淮南生气闹心了，你就直说，至于发这么大火吗？就是啊，昨天小森还想给你买礼物，谢谢你帮张罗手机的事儿，看你没跟我们走，还特别难过的问我你是不是看不起他们啊？行了，你过分了，别说。老盛，两个人爱面子，玻璃心嘛，玻璃心这没有要个面子就碎了。都是兄弟，不开心干嘛呀？是不是啊？刚才心情不太好，说话有点冲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们继续。干嘛呀你们啊？不是住了1年多了，也没见他发这么大火。他走了，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他可能就是想静静。想静静。老盛有女朋友了？这到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梗？